本可以移民吗？可以的。但是呢，大家去咨询日本移民的时候啊，发现很多日本的海外房产公司啊，或者是移民中介啊，会让您办理日本的普通经营管理签证。但是大家知道吗？日本还有一种叫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那为什么大家都让你办普通，不让你办高度人才呢？这期视频啊，我就来告诉你啊。所以呢，这期视频是值得看的。大家好，我是燕姐，给您分享不一样的移民知识。如果觉得视频对您有帮助，记得点击右下角订阅我的频道啊，这样呢您就不会错过这个每一期更新的干货了。今天啊，我就从入境的时间要求、经营范围、申请日本永住的难易度、携带家属的福利等等啊，来给大家普及一下日本的普通经营管理签证和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区别，然后告诉你为什么中介啊都让你办普通而不办高级的。日本呢，位于东亚的岛屿国家，领土啊有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岛屿，以及6800多个小的岛屿组成。总面积呢是37.8万平方公里，主体的民族啊是大和族，通用日语。总人口呢是1.3亿人口啊，所以日本啊也是个人口大国。日本的3大都市圈啊，就是大家熟知的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和名古屋都市圈。那日本呢，属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世界第3大经济体 ，G7、G20的成员，资源匮乏，并且极端依赖进口。发达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科研、航天、制造业、教育水平都是居世界的前列。此外以动漫、游戏产业为首的文化产业和发达的旅游业也是其重要的支柱产业。那同时呢，它也保存着像茶道花道书道这些日本的传统的文化啊。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深入人心的啊。每一个日本人的血液里面都知道要保留传统民族的文化，这一点不得不说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关于呢经营管理签证相信长期关注日本的朋友都是有所耳闻的。一旦获批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登陆日本以后，只要缴纳当地的医疗保险和年金，相当于国内的养老金。那么办理当地的住民登记手续以后就可以享受日本的医疗、教育、养老、生育津贴、子女教育等等高度的社会福利。这些权利和日本国民没有什么差别。那么普通的人才签证、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和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那么选择上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为何中介都喜欢让您办理普通的而不办高级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普通经营管理签证和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在申请条件上的不同。普通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条件是，只需要您在日本成立一家注册资金超过500万日元的公司，500万日元根据现在的汇率差不多就是32万人民币，并且呢，日本公司预计年营业额在300万日元以上就可以申请。预计怎么来评估就是要交一个商业计划书。而高级经营管理，不叫高级叫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呢，是在普通经营管理签证的基础上根据您的学历工作时间、年收入、语言水平这些标准来综合评分的。那如果您的综合评分能够达到70分以上的，并且呢成立以后的日本公司年营业额预计在400万日元以上，就可以申请了。那事实上呢，70分的标准并不是很难。不知道怎么打分的，可以私信我，我来给您打分看看。那么就这个点上这个很多的中介公司就会推荐客人去做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因为申请条件简单，文案制作简单。但是大家要知道，后面的续卡、公司的经营可不简单而且是要您自己负责的。那么您的视频看到后面您就知道为什么我反而呢推荐客人去能够尽可能的办理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那如果您觉得我讲的内容有帮助，可以点击右下角关注我的频道。那么我呢每期会定期给大家更新一些不一样的移民知识。第二点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普通经营管理签证和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拿到的签证有效期有什么不同，这个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普通经营管理签证的签证呢，首次日本入管局给的是1年期的居留卡，之后呢满足居住要求和企业经营要求以后再续1年期的居留卡。
那么在满足条件以后呢，可以续签3年期的居留卡，3年期到期以后啊，就续签5年期的居留卡，之后呢，可以每5年续签一次，也就是说啊，是1+1+3+5之后每5年续签。好，那么日本入管局啊，它在2012年的时候啊，就推出了高度人才计分的申请来这种选拔机制。那么，如果申请人评分达到70分以上的，就可以直接申请5年期的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这区别于之前的1年加1年、1年加3年、3年、5年这种繁琐的这个居留卡的时间长度来说，一次性给到5年的签证是最大限度的入境宽容度。这下看到了吧？普通签证的换卡1年1年换太烦了，但是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是首次就给5年，之后每5年更换，简单了很多。好，那么第3点啊，我们继续来谈一谈日本的普通经营管理签证和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两者入境时间的不同。那么有很多客人啊就会问燕姐，我再过2年啊，自己在国内的事业可能呢就会比较稳定，告一个段落。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经常去日本，孩子呢跟太太啊也可以去日本一起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呢，但是如果我现在就申请，明年就拿到经营管理签证呢，是不是意味着我马上就要入境日本，长期生活在日本呢？那首先啊，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它不同于其他的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它呢没有明确的移民监的法案。但是啊，根据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如果您申请的是普通经营管理签证1年期的居留卡，那么我们的实务操作经验告诉我们啊，一般都要求啊，申请人获得签证以后啊，每年在日本居住半年以上，或者呢每个月啊去日本1次，同时呢必须满足单次离开日本啊不能多于90天。那如果客人申请了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啊，就意味着您必须长时间居住在日本，或者呢频繁入境日本。这对于有一些同时在国内工作业务繁忙的客人来说啊，未必能抽出这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一旦达不到此项入境和居住的要求，那1年以后你的续签申请啊就会被日本入境管理局拒签。那您的配偶和孩子的家族自在签证呢也会被拒绝续签啊，那这个麻烦事就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啊看看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入境要求。那获得5年期的在留卡以后啊，那么您在获批在留卡以后，第1年、第2年，因为各种原因啊，无法频繁入境日本，没有满足到之前提到的入境要求和居住时间要求，您的5年期的高度人才在留卡并不会被注销，因为在5年期当中啊，它是不考核你的啊，所以这个在留卡依然有效。那到了第3年，如果您有了充分的时间啊，可以经常去日本，并且呢，在日本的经营活动啊，有了比较理想的收入，达到了高度人才的评分要求70分或80分以上的要求啊，您就可以呢向日本入管局啊申请永驻。那这样听下来，是不是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啊，相比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在居住时间安排上更加自由了呢？第3点啊，我们来看看2种居留签证的申请日本永驻的难易度。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的续签节点啊是1+1+3+5啊，刚才已经有提到。那总共呢，您在日本的公司啊成立时间至少要超过10年，并且啊在10年当中啊，你每年的居住时间要超过183天。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啊申请永驻满10年后才能满足条件，意味着10年内你在日本必须都要保持良好的经营状况，不得违反当地的法律法规。公司啊必须长期存在，不得注销，相应的公司的经营所得税啊也必须按时交纳。这对于一般申请人来说啊费时费力。那么如果在10年当中有所闪失，或者呢移民政策啊有变化，申请永驻的基本条件就不能满足了。那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要求。那如果您的评分啊可以达到70分以上，入境日本以后满3年啊，可以这个提出永驻申请。那如果啊申请人的评分啊能够达到80分以上，同样呢也是直接可以拿到5年期的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但是啊这个时候您只要入境日本1年以后，
企业的经营啊达到日本入管局的要求，这个时候您在1年以后就可以申请日本的永驻了。那么一般呢，日本的永驻的审理期啊，就差不多6个月左右啊，那么就可以拿到永驻卡，全家啊拿到永驻卡，相当于绿卡。这个时候啊，您在日本的经营活动呢，就可以根据您的规划选择继续经营下去，或者呢缩减规模，甚至注销日本公司啊，都不再会影响您的全家的永驻卡。那只要啊，而且拿到永驻卡以后，大家知道这个居住要求就非常低了。只要每年呢入境日本1次即可啊，永驻卡呢是7年更新1次。从这点上来看看，是不是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要优于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呢？第4点，买房可以移民日本吗？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重要的话说3遍，不可以。在日本啊，单纯通过买房是不能直接移民的。除非啊，你在日本成立一家民宿管理公司，预计啊，公司旗下拥有1栋楼或者很多套公寓的产权，通过出租这些物业啊，来达到日本入管局的营业额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商业行为也有了商业性和创新性，那么才可以申请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和将来申请日本的永驻。所以啊，实际上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啊，在日本成立一家注册资金500万日币以上的公司，相当于就刚才讲的32万人民币左右。只要公司的这个经营合法的业务，那就不仅仅是可以买房，您可以做很多的业务啊，比如说像我们的客户当中，他本身可以已经有跟日本啊有经营往来的，那完全可以运用他的这种优势和资源。啊，只要他在日本的年营业额达到400万日币以上，相当于不到30万人民币的营业额啊，就可以申请经营管理签证了。所以啊，并不是需要购买那么多房产来移民日本的。第5点啊，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从税费成本来分析这2种经营管理签证。那如果申请的是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啊创立的企业需要经营10年以上。也意味着要缴纳企业的所得税、个人社保、个人所得税啊10年以上。那如果是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啊，最快1年以后就可以申请永驻。那么拿到永驻以后呢，就可以将企业关停或者啊缩小规模，那将大量减少啊你在日本的税费的支出。第6点啊，我们从家庭的福利和签证申请条件来分析一下这2种经营管理签证。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啊和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都是允许携带配偶和子女的啊。那么这个子女的年龄呢是要不到20周岁。在日本啊是20岁是界定为未成年啊，20岁界定为成年啊。那么并且啊这个子女是要经济上不独立的。但区别在于啊，普通的人才经营管理签证呢，配偶这个家族的滞在签证啊，我们叫配偶的跟这个亲属的这个居留卡，在日本啊叫做滞在签证。那么他们呢是在日本是不被允许工作的，那最多啊可以打零工。但是如果您申请到的是高度人才的家族滞在签证啊，可以视同为允许产生雇佣关系的工作许可，所以啊就意味着家属啊您的配偶就可以在日本合法打工。另外啊，如果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人啊，在日本能够获得较高的经营收入800万日元以上的，也可以申请男女双方的家长啊入境日本获得长期签证。因为日本政府啊是非常人性化的啊，申请人在日本的收入能够达到赡养老人的标准啊，就可以申请双方的父母。那么从上述的对比啊，我们不难发现，普通的经营管理签证和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的签证啊，区别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从时间的成本和效率的角度来思考，如果客人啊在符合条件的基础上，我们是更加推荐客人做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这是通往日本的最佳方案。那您啊一定想知道您是否能满足高度人才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要求。那么核心啊就在于我们前面提到的打分表上啊，您能否达到70分以上。因为呢打分表啊比较复杂，很难的逐项在这个视频当中啊跟大家讲解清楚，所以呢可以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私信我，我可以免费啊给您打分看看。
或者呢，视频下方有微信等联系方式，还有一些不懂的问题也可以联系我，我会第一时间回复您。那大家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是燕姐，关注我，给您分享不一样的移民知识，我们下期见。